新年好，新年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嘿，大家伙早喽！1月13号，星期六，周末了，第一个训练日，又在这个大坡。今天的画面都是来自 Insta360 Go， 没带大相机，因为今天小伙伴们在大阪城跑30公里，计划是405到415。但是他们6点才开始，我会跟他们跑一段，所以就没带大相机。现在已经跑了5公里，所以今天如果顺利，就会跑长距离。这边冬天训练是比北京舒服一点。真的没那么冷，看看过年回北京，咱们跑一跑熟悉的路线。每次上这个坡都觉得特别有动力，奇妙的心态，是不是？小伙伴说，比赛结束了。跑得还行，但是很痛苦。期待未来努力的训练，让比赛不再痛苦。但是其实一般不可能，因为您练到什么程度，您就对成绩有什么要求。除非你有保留，比方说，我有时候特想当一次，不管哪场比赛的 pacer， 去当一个破3的这种。如果我训练节奏没问题，身体状态没问题，破3对我来说可能不痛苦。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去跑，别说240，我就是想保证245。其实跑完也挺痛苦的，肯定是挺累的。一会儿咱们闲聊天啊。小伙伴们遇到了大部队。新年好，新年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随着日出，我已经跑了20公里了。小伙伴们加油吧！
いいとこ悪いとこあると思うよな。嘿，小伙伴们，跟大家伙分开了，我已经跑了27公里，大概从16公里多碰到大家伙，一起跑了10公里，平均配速大概是4分15到4分16。嚯，这摩托车声真大！这一段大上坡。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其实成绩不差。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就是4分29，最后是抽筋了。先是经历了跑不动，到差不多就是奥森外头那个林翠路那儿开始走路，那时候一步都迈不动，但是没抽筋儿。后来又开始跑。那一年从北4环吧，北4环下来往奥森外圈跑的时候，还有那个摇滚乐队。但是那时候比赛真的没有现在组织的好，那时候就我4个多小时，好多水站都没水了。这几年是有长足的进步。那时候跑比赛就觉得特窝囊，就说这哪是跑步呢？这最后简直就是煎熬溜达呢。当时我倒没有想说，有一天练能到跑步不痛苦，什么比赛不痛苦，因为那时候我就明白比赛肯定是痛苦的，而是说我希望能够在赛场上尽情挥洒。我那时候特别梦想着，有朝一日我能在终点冲过去。那时候看专业运动员，或者有的时候看采访民间大神冲过终点，还能跑2步跟人击掌，好羡慕呀！也是这个想法让我一直总想能每一次都跑得快一些，直到第一次我真正在比赛中冲过终点，已经是第1届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了。虽然就跑了1小时41，但是最后真的是冲过终点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也激励我自己，因为不瞒大家说，这段时间因为各种事儿比较忙，也比较累。昨天的心态不好，昨天老觉得今天要跑30公里，而且中途还不慢，有压力，不像前段时间跑30公里那么的好战。我就想，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想现在我也有目标，目标其实不一定真的是一个成绩的绝对值，而是说我希望在每一场比赛上做到那场比赛时候最好的我自己就可以了。而且我跟小伙伴分享一个感觉，就是一般最好成绩并不一定是真的你感觉拼尽全力以后的那种比赛，因为如果你真的说从30公里就感觉拼尽全力，最后是咬牙往前冲那种，大多数时候是不能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的。还记得去年北马完毕之后，我跟大家伙分享频道的一位观众写的留言，连续3年冲击240失败，第3年成功。夏天的时候把月跑量堆到600，跑到34公里的时候，一直才和元大都的第一个集团一起前进。然后他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余力，
然后边上的伙伴们感觉不太行了。我 PB 的那场2小时44，我当时就是这感觉。而且不好意思的说，我其实当时觉得我边上的女子第1名不太行了，她跑得挺痛苦的。最后的10公里多，就是都是我给她看路，就我远远看到前面要左转了，那时候路特别宽，因为那时候新修的那一片地方，我也跟她说前面左转，然后我也跟她说前面右转，去切。到最后那个180度折返之前，我加速了。我看他没有要加速的意思，他应该已确定是稳稳的冠军了。当时，因为他上一个周是参加了怀柔的马拉松，也是拿了冠军，等于背靠背了，比较疲劳。但是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在全程马拉松比赛中，一旦您发现到34公里，您还游刃有余，那基本上就 PB 了。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因为保留实力而故意跑慢，最后觉得还有劲儿，然后发现时间不够了，很少会这样的。总有小伙伴说先慢后快，保守一点起跑，但是您相信我，真跑起来大家都一样。只是全马啊，全马以下的距离这些都没用，全马以下的距离都是痛苦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跑半马跑完以后比跑全马还难受，就跑完跟要死似的。半马基本上对我来说，全程的平均心率都在175甚至以上，这么顶，我这年纪了不好顶。所以半马让人身体恐惧，全马让人心理恐惧。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的训练，还有找标杆。所以我老跟大家伙分享我的感受，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知道别人跑步的时候是什么样。还有我跟大家伙分享我们频道观众的评论也一样，我觉得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跑者的集散地，互相分享。我可以跟大家伙说，我跑这个30公里是什么感觉，我这么训练比赛是什么感觉，我这么吃饭会不会长肉。而这些给大家伙一个参照，虽然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性格、基因、身体条件都不一样，但是人跟人都差不太多。就可以想，您不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哦，他也这样。或者说呢，您行的时候，你想，哎呦，我比他还强。这些都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普通跑者比较难得的一些东西，就是比方说，我特想知道一些专业运动员比赛的详细数据，但是鲜有运动员分享，也不是没有啊，就这意思。还有训练数据，还有具体的每日饮食。大家看到那些纪录片也好，什么也好，其实它都是某一个很小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你不能说是绝密吧，但是一般人家不愿意分享。所以我打算回头再给大家拍，找一次分享一次我一天的衣食住行，还有训练，然后我提前预告，这样的话内部视频就会晚发，这样好吗？我29公里了，还有1公里，正好我也要到家了。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我们还是准时开始直播，跟大家聊聊天，怎么样？你看今天这个30公里跑完，尤其是训练状态和训练效果不错的30公里一跑完，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昨天那种阴霾的心情就一扫而空，就想着回家继续战斗。我昨天还有一工作没做，因为实在是提不起精神来。今天回去努力工作一下，然后努力剪辑一下。像我们每天的视频，我还是会做1080P 的版本，因为只要有 Insta360 Go 这个相机拍摄的，就做不了 4K， 因为它最多拍到 2K， 而且它拍到 2K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传感器就那么大。
如果都用 Osmo 拍，就会做4K 的，但是4K 在哔哩哔哩转码和审核要将近2个小时或者2个多小时，1080P 只需要不到30分钟。所以我也期待这些视频平台越来越好，能够让创作者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吗？不一定让创作者挣多少钱，主要是有的时候是挺懊恼，做了一个挺漂亮的影片，或者做了一个挺漂亮的短片，发出来感觉不一样，是吧？期待都越来越好。那我们训练之后见，加油干！1月13号星期六清晨7点25，今天出发的早，5点5分就出发了，所以跑了30公里，还挺早。30公里平均配速4分30，跑了2小时15，最快的1公里4分，平均430，平均心率144，最大心率164，还行哈。基本上我会把数据贴屏幕上。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很慢，一开始3公里比较慢，然后之后自己的前15公里跑到435到437，然后碰到小伙伴们以后，一直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最快1公里是410，然后呢最慢1公里是418，就这么前进，往返那条一个折返5公里的路，往返了2次。之后我自己回来的时候呢，可能那4分1公里最快的时候是自己回来的时候的某1公里，不确定了，还行吧。太热了，这边今天我看现在差不多5摄氏度，我出发的时候6摄氏度，而且这2天不怎么刮风，所以还行。好吧，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就是您的努力训练其实是在赛场上能够更放得开拼搏。您相信我，完整跑下，咱们不说冲下，完整跑下一个全程马拉松，最后的那个感觉，不管成绩多少，都是非常美妙的，真的。期待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已经体会到过这种美妙呢，可以一直体会下去；如果呢您还没有体会到呢，在春天的赛季或者今年秋天的赛季，相信您可以体会到。无锡马拉松好像出签了，虽然我没报吧，但是不管中没中的，都是要不然安慰安慰您，要不然恭喜您，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见，那大家加油冬训，春天就有好成绩了。我们下回见。